当地时间8月30号，美方宣布向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修订建议将延迟到未来几天公布结果。此次美计划对华加征关税的领域，除了电动汽车等新3样，还包括钢铝等主要矿产等。而这些领域原本被认为是特朗普的铁票仓。美国舆论指出，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拜登就是用贸易保护主义作为筹码，跟特朗普比谁更强硬。8月30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目前正继续根据有关301条款展开调查，向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修订建议在整理后做出最终决定，并于未来数日公布结果。对于延后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主要是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来自行业的1100多条公众意见。美国原计划于8月1号起向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锂电池、芯片、太阳能电池和港口起重机等加征关税，但于上月底表示，由于需要更多时间研究各方意见，押后至8月31号公布最终决定。如今这一期限再度推迟。事实上，因质疑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关税严重损害美国利益，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之初就开始审查上届政府的相关政策。然而，经过多年的复审，今年5月，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废除或降低原有关税，反而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计划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加征关税，其中电动车关税更是从25%大幅调升至100%。根据拜登政府的说法，此举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所谓中国过剩产能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内众多被保护对象纷纷站了出来，对拜登政府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由173个美国贸易协会组成的美国自由贸易组织，在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封信中表示，为了符合公众利益，应就对加征关税一事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大幅延长意见征询期。该组织内的许多团体进口并销售来自中国的商品，他们雇佣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一旦对这些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很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的冲击。即便是与中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美国企业，也并未因关税占到便宜。这次提交意见的包括福特汽车，因为拟加征关税的人造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而福特目前使用的人造石墨几乎完全由中国供应。再比如，美方拟对港口起重机加征25%的新关税。美国弗吉尼亚港务局对此指出，美国港口80%以上的岸桥起重机都由中国制造。若执意施加新关税，美国港口要么只能以更高成本从中国购买起重机，要么只能转而购买质量差的起重机。美国国内这个利益集团，它的力量很强大啊，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商界力量、企业的他们的诉求啊。我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呢，这个炒作对华议题，服务于美国大选需要的这个这样的效用在出现一个边际下降，过分的炒作涉华议题，尤其是经济议题，对美国经济自身的反噬，反而会让老百姓觉得这个政府呢他的这个执政有问题。据美国评级公司穆迪早前的推算，过去6年，美国政府发动的贸易战非但没有实现任何目标，却成功的让美消费者承担了对华加征关税92%的成本，让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增加开支$1300。另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统计，对华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流失14.2万个工作岗位。外界质疑，拜登政府明知加税政策只会让美国再次筋疲力竭，为何还要一意孤行？有观察指出，美方将宣布关税最终计划，在时间点上与总统大选十分接近，因此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拜登掀起潜在的贸易战，跟特朗普比，谁对中国更强硬，为民主党吸引更多选票。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计划对中国发起的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除了涵盖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产品等新3样外，还包括钢铁、矿产等一大批传统领域。以钢铁为例，事实上现阶段美国有很多替代产品可以选择，但拜登政府仍执意要对华部分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曾通过此举赢得过摇摆州的好感，而拜登于今年4月首次发出对华加征新关税的威胁，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匹兹堡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的演讲中。
宾夕法尼亚是决定美国大选走向的摇摆州之一，是美国两党极力争取的关键选票区。而位于该州的匹兹堡则是美国的钢铁之都，也是铁锈带城市。颇为讽刺的是，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曾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的征税，但如今民主党政府正试图用特朗普的方式打败特朗普。尤其是在美国决定这个大选结果的几个关键州这种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到除了选举因素之外，那么过去几年美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它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所谓的安全化的趋势。其中呢，包括我们所关心的这个半导体，也包括新能源，还包括这个关键的矿产这些其实都是美国非常重视的领域。我想这也是中美经贸摩擦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这样一个态势的原因。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仍不断向包括荷兰、德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友施压，要求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的限制。有消息称，美国正敦促荷兰阻止阿斯麦对敏感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进行维修，尽管这些设备是中方客户在相关限制措施出台前购买的。外界注意到，荷兰前首相吕特领导的政府曾一度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要求给予更多时间评估出口限制对本国高端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影响。但现任首相斯霍夫的态度出现微妙转变。他在本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中国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非常谨慎。当被问到荷兰政府是否考虑在年内实施新出口限制时，斯霍夫并未直言，仅表示会考虑公司的经济利益。荷兰与美国、日本协商顺利，并预期最终会有好结果。过去一段时间呢，包括荷兰甚至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一直在想方设法这个绕开美国的一些这个禁令或者限制，甚至呢通过跟美国政府的一些交涉也好，或者说推出所谓的豁免呀，包括甚至延期豁免呀等等的一些举措呢，来尽量减少美国对华经济科技所谓的这种打压对相关国家的影响。但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样的处理的方式或者做法呢，它的腾挪的空间在逐渐的减少。8月30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度延迟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301关税的决定。那您如何看待美方这一举措呢？主持人好，拜登总统要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加征301关税，这个决定在5月14日做出后，理论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批准宣布只是走个流程，但现在却2度推迟。这其中反映的既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也是美国国内选举政治的较量。从一开始，这一轮加征301关税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一方面，拜登政府宣称受到影响的中国进口产品包括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半导体、重型起重机、医疗器械、关键矿产和钢铝制品等，价值在180亿美元左右，相较于2023年4270亿的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数字不大，经济影响似乎有限。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把新加征的301关税捧上了神坛，称此举是在捍卫受到威胁的美国工人和企业。我们还记得，拜登4月17日在匹兹堡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发表演讲时，就表示自己绝不允许因为中国产品的涌入而让美国工人失业。5月14日做出加征301关税决定当天，拜登又宣称，只要公平竞争，美国工人和企业就能胜过任何竞争对手。拜登的思路就是在诱导美国本土制造业和产业工人过去吃的苦、遭的罪，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的不公平竞争。那如何公平竞争呢？拜登的潜台词是，只要对中国加征关税，把关税壁垒筑得高高的，好日子就在后面了。且不谈高关税带来的社会整体通货膨胀是否有利于美国本土制造业和产业工人，拜登的叙述就是一个谎言。拜登政府企图通过筑高关税壁垒来提升美国人民的收入，但为什么说这是个谎言呢？的确，自1994年到2015年，美国累计流失了超过450万制造业岗位。21年间，白人男性产业工人的收入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中位数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但这背后的原因，与其说是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竞争，不如说是民主党自身热情拥抱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拥抱了华尔街和硅谷，
经济政策向金融和科技产业倾斜，无视了本土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的挣扎。我刚才提到，白人劳工收入中位数在21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其中14个点就发生在2008年到2016年民主党的好大儿奥巴马执政的8年间。迷茫而愤怒的美国工人最后选择了特朗普。2016年大选，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产业工人比支持民主党希拉里的高了39个百分点。事实上，不只是白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族裔中，都有着大量对民主党经济政策感到失望的工业阶级。这种失望情绪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像一个幽魂一样困扰着民主党。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民主党再次上台后，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此前的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最新加征的301关税也是这一倾向性的延续。那为什么美方要2次推迟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呢？民主党舍不得大量的劳工阶层选票，但同时来自华尔街和硅谷的大量金主也在紧紧盯着民主党作何选择。我们不知道像301关税这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会如何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但它一定会损害对价格高度敏感的资本利益。正如我刚才所言，尽管拜登推出的新一轮301关税仅涉及180亿美元，占中美进出口总额的3%不到，但美国国内还是出现了强烈的不满声音。事实上，这一轮301关税原本定在8月1日正式施行，7月22日拜登宣布退选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马上宣布延期到8月31日，而如今又再次宣布延期到9月。这就是拜登之后，哈里斯要进行新的抉择，在党内各方博弈下决定自己的路线。究竟是为了迎合劳工阶层的选票而吸纳共和党的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向全球化的对立面偏转，还是继续拥抱华尔街和硅谷的传统金主，维系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让利于资本？某种意义上，这一选择不仅关乎谁在领导民主党，更关乎什么是民主党。这一轮关税大概率无可避免，但如何征收、税率如何界定，其中有何技术性豁免程序，魔鬼都在这些细节之中。我个人猜想，哈里斯一再拖延时间，想要的不是做某种单选题，而是我全都要，既要全了捍卫美国工人利益的面子，又不能丢了美国资本的里子。我们不妨拭目以待。